您说什么？你这个拍了你会放在哪里？哦，没有，就自己记录，对。The weight of what I'm saying, love, with your hands held in mine. And every way you are, here before me you stand with your hands held in mine. 哇，这个桥是新加坡最老的，而且是唯一一座以钢缆连接的桥。在品尝了新加坡的松发肉骨茶和国民早餐咖椰吐司之后，我们准备沿着新加坡河前往下一个目的地。新加坡河位于中心地带，两岸有着很多地标建筑，比如河对岸那五彩斑斓外墙的克拉码头，早期为上下船卸货的停泊码头，现在为新加坡夜生活、酒吧和餐厅的聚集地。晚上来这儿可以看到熙熙攘攘的游客和在门口拉客的餐厅、酒吧老板，十分热闹。新加坡著名的辣椒蟹餐厅珍宝海鲜楼也在此地。同时，政府和市政建筑也在河畔。这个地方就是一个 Victoria， 哇，这个纯白的建筑还挺好看。这是一个音乐厅。也正是在新加坡河口，现代新加坡的开拓者莱福士爵士漂洋过海，在这座小岛下踏下的第一步。河畔莱福士爵士的雕像和新加坡富利敦酒店外早期开拓者纪念室，都在将新加坡的历史向游客娓娓道来。新加坡河的河口处便是我们的目的地鱼尾狮巷。看，这就是传说中的人好少啊！可能是旅行淡季的原因，鱼尾狮旁的游客不算很多。水畔有衍生出的平台，够游客在鱼尾狮的正面拍照留念。鱼尾狮是新加坡为了发展旅游业而打造的地标，由李浪先生在1972年设计并塑造。鱼尾代表着新加坡曾经是一座渔村，当时新加坡被称为淡马锡，与马来语中表示湖泊的一词词根相同。鱼尾狮的狮头代表着新加坡的原名 Singapura， 梵文中狮城的意思。传闻苏门答腊巨港王子桑尼拉乌塔玛在出海时遭遇风暴，意外登陆新加坡。在新加坡河的河口处，这位王子看到一个奇特的生物，他认定为是一头狮子，所以新加坡称为狮城。鱼尾狮巷面向新加坡滨海湾，也是新加坡最核心的区域，可以看到外形像一朵盛开莲花的艺术科学博物馆。3栋建筑和船一样的空中花园组成的滨海湾金沙酒店，和远处 CBD 的高楼组成的钢铁森林和滨海湾花园。但这个平台完全暴露在太阳下，真的太晒了。毒辣的太阳让拍照时眼睛都难以睁开。不过常年的酷暑也让新加坡人练就了寻找阴凉的本事。不远处就可以看到利用桥底遮阳而开设的水果摊、饮料店和便利店，让游客可以短暂地从这酷暑中解脱。就在我寻找着哪里可以避开这毒辣太阳时，看到不远处林荫下的一座小的鱼尾狮像。相比于那座纯白的雕像，这座小鱼尾狮像表面覆盖了陶瓷鳞片，有着独特的拼接花纹。据说新加坡全岛经批准的鱼尾狮像共有7座，还可以在旅行局大楼和花博山上寻找到其他雕像啊。我本来是要去赌场蹭饮料的，结果看到那个游客有免费的$10的 credit 可以玩，我就去申请了$10。
结果我玩个老虎机还赚了17刀，看就感觉薅到了赌场的羊毛，这是没想到的是，当赌场请我吃饭。华人占新加坡人口的70%，这也让新加坡的中华美食成为了不容错过的打卡地。于是，我来到了新加坡华人移民的聚集区域牛车水。牛车水在马来语中是水车的意思，源自于这里早期拉水的牛车。在19世纪，很多华人离开华南出国谋生，新加坡就是其中一个中转地，而牛车水就是他们当时的落脚点。随着莱夫士爵士登陆新加坡，并将新加坡河的西南区域划为华人地区后，大量移民引入，主要来自于广东、福建等地。我们在这里看到的美食也基本以广式和客家菜为主。牛车水汇集了各行各业、苦力间、市集和餐馆等等，环境复杂又拥挤，是新加坡人口最密集的区域。如今这里依然居住着很多华人移民，各种商铺和餐厅都售着当地美食和旅游纪念品。还有造价高达7500万新币的佛教寺庙佛牙寺龙华园，建筑吸收了唐代建筑的元素，十分特别。同时，牛车水还有很多食阁小贩，我这次选择了几家人气很旺的档口一探究竟。首先是芳林巴沙熟食中心的星记咖喱鸡米粉面，档口面积不大，里面有几个阿姨在忙碌地准备着美食。可以看到很多电视台和报纸推荐过这家餐厅。店内一口大锅用咖喱炖煮着各种各样的食材，旁边码放着成堆制作好的鸡肉，厨师也在不断地补充着配料，并让其有足够的时间吸饱汤汁。正如这家店名所说，这里卖的便是咖喱鸡米粉和面，小份6新币，大份9新币。小份、大份的肉多。食客可以在粗米粉、细米粉和面条中选择。小份的面米粉、米粉幼米粉、粗米粉。粗的吧。粗米粉。OK。首先，厨师将土豆、鱼饼、豆泡等配料放在一旁烫好的粉面里。熟练地根据食客的需求选择出每碗面所需的鸡肉。手起刀落间，鸡肉已经斩成小块。随着滚烫的热汤快速经过鸡肉后，鸡肉回温又避免了被烫老失去口感，同时又吸足了汤汁。将鸡肉提前处理好，大幅提高了出餐速度。可一直在锅里煮，又会让鸡肉行为干柴。这种用汤汁回温的智慧，源自于小贩长年累月积累的经验。将鸡肉摆放在面和配料上，加满浓郁的咖喱汤，这碗真材实料的咖喱鸡米粉便摆在了我们面前。喜欢吃辣的，还可以加上少许的秘制辣酱，增添风味。哪里来的？我北京。北京啊。对。刚坐下便遇到一位热心的大叔嘘寒问暖，不过这扑鼻的咖喱香气让我无心攀谈。我点的是一小份，但也满满一大碗，整整4大块鸡肉，就让这6新币的价格物超所值。将辣酱半开融入汤汁中，迫不及待地喝了一口。港式咖喱的香气刺激了我的味蕾，各种食材的精华在长时间炖煮后也融入到这碗汤中。东南亚椰浆和乐沙的甜味又给这碗面带来了独特的味觉体验，将2个地域的味型融合，这可能也是新加坡中华美食吸引人的地方。
吸满汤汁的豆泡和土豆一直是这种浓郁汤面里无法拒绝的存在。轻轻一抿，汁水便在口中爆开，比肉更加吸引人。鸡肉并不是很嫩，可以吃出明显的纹路，属于比较有口感的烹调方式，但也不会让人难以咀嚼。味道稍微有点淡，需要自行在汤汁中补充浸泡来达到理想的浓郁。鱼饼虽不如豆泡那么容易吸满汤汁，但长时间在锅里的炖煮也让它完全入味。Q 弹的口感增加了干饭时的乐趣。同样，在这座石构的2层，还隐藏着一家米其林必比登的档口——欧兰园炒粿条面。我去的时候是下午2点，虽然已经过了饭点，但这家餐厅的门口还排着长队，可见它的人气之旺。其中有慕名而来的游客，但也可以看到不少本地人在一同排队等待。小份4.5新币，可以选择额外的生蚝和鸡蛋。虽然排队的人不少，但出餐速度却很快。已经70多岁的店主动作仍然非常迅速，随着鸡蛋、粿条、碱水面和生蚝等食材加入锅中，并在大锅中不停地翻炒，一盘盘炒粿条面就新鲜出炉了。旁边的阿姨分工明确，将食物装盘递给等待的食客。在猪油和酱油的协作下，这碗炒粿条面呈深褐色，泛着油光，可以闻到浓浓的猪油香。盘中扁扁的便是粿条，作为一个潮汕地区非常常见的食物，由稻米压制而成。不过我还是头一次见，感觉有点类似河粉。大锅的翻炒后，粿条断开和面条交织在一起，这2种食材的搭配给食物带来了2种截然不同的口感，既有碱水面的筋道，粿条的弹性，同时还有伪装成面条的豆芽在不经意间带来爽脆。但可惜的是，在大锅中的鸡蛋也被炒得稀碎，是我不太能接受的卖相和口感。而且生蚝的量很少，且个头很小，这让其存在感不是很强，更不可能吃出生蚝的鲜甜，所以更像是一碗猪油炒面。但念其才4.5新币的价格，还是可以理解。